INFJ 人不只是同理，他比较像是直接跳进对方的身体里面去感同身受对方所遭遇的一切。看到一半，我就是直接崩溃大哭，很空洞、乏味、无意义的活动。Hello， 大家好，我是 Venus，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这个场景很特别吧？我现在就想说，每一次拍摄的时候都不要固定在同一个场景，这样子会让大家比较有新鲜感一点。我今天要聊的主题非常特别，不过我相信点进影片的大家应该都已经知道 MBTI 16型人格测验是什么了。我的 MBTI 人格是 INFJ 提倡者，我不知道有没有大家跟我一样也是 INFJ 的。据统计呢，在这16型人格里面 INFJ 好像是最少见的一个类型。那所谓的 INFJ 呢，就是 I 是心理能力走向，也就是内向者 introvert。那第二个 INFJ 的 N 是你是如何看待这个外在世界的。那我的话呢 N 是 intuition， 也就是直觉。那再来是你做决定的方式，你是使用思考还是情感。那 F 的话就是情感 feeling。最后一个英文是你的生活方式或是你的处事态度。J 的话就是 judging。所以这4个字母组成 INFJ， 这就是提倡者的人格。对我来说呢，知道我们的 MBTI 16型人格，它不只是一个心理测验，它比较像是一个你是如何看待这个世界，然后你是如何处理你的人际关系，处理你的感情关系的。但是身为最罕见的 INFJ 人格，其实很常被误解。很多人看到我们冷酷的外在表面，却不了解我们内心深处最柔软、最热情的那一块。所以在这一集，我想要跟大家分享有关 INFJ 的7个最大的秘密。那我们就继续看下去吧。第一件事情就是 INFJ 为什么看起来像外向者呢？很多人听到我是 INFJ， 然后就说哈，你是 I 人哦，我以为你是 E 人欸，你看起来一点都不 I 啊。我觉得应该还蛮多 INFJ 人也是被误认为是外向者。有时候跟比较熟悉的亲朋好友相处呢，你就会展现比较开朗的那一面。INFJ 人呢，为什么看起来像外向者呢？我自身经验，我觉得身为一位 INFJ， 其实还蛮在意群体的氛围。就我希望这个团队里面的气氛是和谐的。假如说今天在一个群体里面，然后大家都不认识，那我就会先开启一个话题，找出我们共同的喜好或是有兴趣的主题，这样子我们的话匣子就可以被打开，然后也可以比较快速的了解对方。所以身为 INFJ 人，其实我蛮擅长主动聆听对方的感受，或者是展现对他人的兴趣。第二件事情呢，就是重视群体，然后总是把自己放在最后。这个应该是 INFJ 人共同的弱点。我会讲弱点是因为我发现过去我在感情当中呢，我是很容易把我自己的需求放在最后，然后我很少去问我自己真正想要什么。我都是先以对方喜欢吃什么，或者是喜欢做什么事情为优先，即使我自己没有那么喜欢，我还是会配合对方。那在一个群体里面更是，就是我会先关注大家的需求，希望可以满足大家的需求之后呢，我就忘记照顾到我自己了。所以我觉得 INFJ 人很常会牺牲小我完成大我。再下一件事情呢，就是选择性社交。我觉得 INFJ 人应该大部分都很讨厌那种表面的社交、无意义的社交，或者是对话很空洞的那一种，就是尬聊。有时候在这样子很表面的社交场合，我们会感到非常的厌倦，然后我们的能量指数会下降得非常快。所以呢，为了避免能量耗尽呢，有时候 INFJ 人会避免掉这些很空洞、乏味、无意义的活动。但是呢，这可能会被误解为很冷漠或者是不合群。大学的时候是不是都会有一些迎新活动啊，或者是抽钥匙？你们现在还会抽钥匙吗？我记得我在大学的时候呢，朋友们就会去参加这些社交活动，然后呢，我就觉得说啊，我都来上大学了，那这个好像就是一个必修学分。然后呢，我就跟着去参加迎新活动，然后结果我在第一天我就觉得好累哦，就是大家要带团康，要破冰，跟一群不认识的人，有些还不是系上的哦，就你可能参加这一次迎新活动之后，你们就再也不会联络了。
这些人，就是要跟这些人聊天，那我觉得超级累。但是呢，因为 INFJ 又很顾及群体的和谐感，所以我又必须侃侃而谈。经过一整天的活动下来，我就觉得我能量已经耗尽了，然后我就想到我隔天还要进行一样的活动一整天。然后那一天晚上呢，我就假借我肚子痛，然后赶快离开那个地方。对于其他人来说，可能会觉得哦，你怎么那么不合群，然后你怎么那么奇怪？可是其实我觉得比起这样子的很表面的交流， INFJ 比较倾向深度的对话，就是跟少少的朋友们，然后大家彼此都已经很了解对方了，然后进行一些情感上面的深度谈话，我们比较喜欢这样子的社交。下一件事情就是，即使我们再忙，也一定要留一段时间给自己。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刚刚有提到 INFJ 常常会在社交场合中感到很疲惫，然后能量耗尽，是因为我们的情感很容易受到别人影响。所以呢，这时候 me time 就很重要啦。我常常会在我的 IG 上面写 me time， 就是有时候我自己一个人去逛书店的时候，公园散步的时候，晒晒太阳啊，真的就是留一段自己的时间，我就会觉得又充满能量。充满能量之后呢，我们又可以再回去面对这个世界。所以我觉得 me time 对于 INFJ 人来说是一个必要的事情。所以如果你身边的家人朋友也是 INFJ 人的话，你记得要保留一些隐私或者是一段独处的时间给他们哦。好，再来就是 INFJ 的直觉很准。我觉得 INFJ 人呢，常常会透过观察来慢慢的培养出精准的直觉力。有时候我们可以感知到在这个表面事物之下的深层的意义，或者是那些没有办法用言语表达的事情。有时候你会发现 INFJ 很常会对未来做出一些预测，或者是假如说你有一些感情的问题，你去问 INFJ 的话，他在听完你的描述之后，他会大概给你一个他的见解，你就会觉得哇 ，INFJ 人用直觉竟然可以判断出那么多事情，所以有时候会觉得 INFJ 人很神秘。就连我自己是 INFJ 人，有时候我看待其他的 INFJ 的朋友或是同学，我都觉得他们好神秘哦。再来就是 INFJ 人拥有强烈的共感。刚刚有讲到 INFJ 的直觉很准嘛，因为 INFJ 人拥有强大而细腻的直觉力，在人际关系里面，他可以很轻易的捕捉到别人的情感流动、情感状态。所以当别人跟 INFJ 人倾诉心事的时候，我觉得 INFJ 人不只是同理，他比较像是直接跳进对方的身体里面去感同身受对方所遭遇的一切。有时候啊，我光是看一些社会纪录片，我就会哭到难以自拔。我记得上一次是看影集《做工的人》，那时候看到一半，我就是直接崩溃大哭。我觉得它是一个写实的社会议题，我很想要改变这个社会，但是却没有办法做到，就觉得哇，在这个社会阶层的人就只能这样了吗？就只能将就了吗？我会觉得无能为力的感觉，然后觉得他们很无助。有时候我就会把自己带入在主角们身上，然后就觉得很痛苦。那一天看完《做工的人》，其实后面的一周我都非常的低潮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我都会跟人家说，我没有办法看鬼片，我也没有办法看那种战争片啊，或者是社会纪录片，因为我觉得我太共感了，所以我没有办法在日常生活中吸收太多这样子的情绪。好，再来有关 INFJ 的最后一个秘密就是完美主义者。好，我觉得这应该是公开的秘密了，就是不管你是 INFJ 人，或是你身边有 INFJ 的朋友、另一半，你应该都可以知道 INFJ 人就是很会规划，但是他们太过于要求自己，很希望自己在各方面都很出色。其实这是非常难的，所以有时候呢，我们没有达到我们自己的期待的时候，会陷入很自责的情绪当中。然后这个特质呢，有时候会反映在我们的感情状态里面。有时候我们看到我们的另一半，我会希望我的另一半可以达到某种标准，但是如果我的另一半他的人格跟我不一样的话，这很有可能会带给对方很大的压力。所以当我意识到这一点之后呢，我也希望自己可以慢慢克服。
所以以上这7点呢，就是有关 INFJ 的人格特质。其他 INFJ 人是否认同这7项特质呢？如果你认同的话，你可以在下面留言跟我说。或是如果你不是 INFJ， 但是你的另一半、你的家人、你的朋友是 INFJ 的话，都请你把这部影片转传给他们，然后看看他们是否符合这7点。因为我最近呢，就是很着迷研究 MBTI， 所以呢，我也希望可以看到更多不一样人格的人，或者是跟我同样类型人格的人，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诉我哦。今天影片就到这边，谢谢大家的收看，别忘了点赞、分享、订阅。那我们就下一集再见喽，拜拜。